爸急急忙忙地卖掉了之前一直不舍得卖的房产，还说不要告诉咱妈。你说爸卖房子干嘛？他会不会是为了救萧强？他难道不需要我答应的那些事儿了吗？哦，还有一件事，说，是关于萧强和萧薇姐妹身世的。他们的生父是咱们天津老家的，跟咱爸一样，也做过粮食生意，也姓李，叫李万熙。什么？你这听谁说的？萧薇母亲遗书上说的。小薇，你姐姐出来也是一桩好事，只是你打算去哪里呢？上海吧。上海，上海不错，去了那还可以继续演戏。哦，刚好我在那还有一些朋友，可以全部介绍给你。谢谢杨导。嗨，其实我还是想继续跟你合作的。我也是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为了一些东西就必须得舍弃另外一些东西。这样，今天回去呢，我就写信给上海那些拍电影的朋友，你呢就拿着我的信去找他们啊。嗯。爸听你说完这些，只是让你不和妈说。他反应跟你一样，有些惊讶，然后就匆匆地出去了。你知道吗？爸原来的名字就叫李万熙。什么？爸之前叫李万熙？我也是在你出国留学那年，无意之中听到妈说起，爸原名就叫李万熙。说是在爸30出头那年，为了转运什么的，听了一个算命先生的话，之后才改名叫李安平，寓意平平安安。那个时候咱俩还小，后来又搬了一次家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谁叫爸以前的名字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萧薇姐妹的生父就是咱们爸，萧薇姐妹就是咱们嫡亲兄妹啊！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就是有一个人和咱爸同名同姓，也叫李万熙。我觉得吧，咱爸突然直接卖房子，很有可能与这事有关。天哪！不是这样多好！打死我也不想相信这是真的。谁说不是啊？宋人，爸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李万熙就是你以前的名字，萧强萧薇姐妹的生父就是你，是不是？难怪你一听萧薇姐姐的身世，就立马卖掉房子去救萧强。你知不知道这个真相对我和哥哥来说是多么的残酷？什么？你居然是萧强、萧薇两姐妹的生父？看来那块手绢是真有来历啊！你居然真的在外面有女人呐！难怪你要护着他们俩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事儿。难怪你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，你就把门面房全卖了。李安平啊，李安平，你背着我干的什么好事儿啊？你对得起我吗？哥该不会是……嘉文，
哥，哥，儿子，嘉文，松然，快叫医生去！哎，快！儿子，嘉文，儿子，嘉文，我昨天在街上遇见我以前的同学，他们都围着我骂，说我坑害肖薇，说我是汉奸。以后再出门啊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谁要敢欺负你，我就收拾他。你说，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走错路了？谁说的？你走的是光明大道。如果这件事顺其自然下去，你要把芷琳带到哪儿去？我带他去哪，关你什么事？芷琳，对啊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假惺惺！你让开，我送芷琳回去。你要让他送你回去吗？谁稀罕你啊？听见没？慢点儿。现在是时候该把你们的身世，你俩不是我们亲生的。你们俩的亲生父母是你们的舅父舅母，以前不是每年都得你俩去给他们扫墓的吗？舅父舅母才是我们的亲爹娘。对，这不会是你们编故事在骗我们吧？你俩是怎么成为我们儿子的呢？这事要从10几年前的那场很大的灾祸说起。一伙跟李家结怨已久的黑帮分子，到李家两行滋事，在两行帮忙的你们生父，就为了镇住黑帮，以死相拼。你们原本就失去了母亲，她是在生松仁的时候难产而死的。灾祸发生时，你俩一个4岁，一个2，被爷爷奶奶带着住在一个小镇上，所以没有目睹那场惨祸。后来，由于我和你妈都没有生育，于是就收养了你俩，视为己出，改罪立信。由于那时候你们俩还小，再加上我们又搬了几次家，所以在你们的记忆中就认为我俩是你们的亲爹妈。也正是因为那场灾难，我违背了对萧强、萧薇母亲的承诺。毕竟你们的生父是为了我们李家才丢了性命，我除了要好好抚养他留下的2个孩子，还要善待他唯一的姐姐，不能再娶二房。可你在外面已经有了女人呀，还有私生女，这么些年了，我竟然一无所知的被蒙在鼓里。这么说，我们跟小薇姐妹
是亲兄妹。对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这儿不用你们陪，快去找妈。去啊！去吧，爸。小文，让我永远做你的保护神，好吗？你是真心爱我的吗？当然。除了我，你对谁都不感兴趣？当然，死心塌地的只爱你一人。你知道吗？你是第一个说真心爱我的人。原来我冯芷玲也是有人爱的。姐，你马上就要出去了。丁队长说，上面正在重新审核案件材料，是李老板帮的忙。我听说，李老板为了这，还卖了门面房。小薇，李太太的条件，你答应了吗？我当时说再考虑考虑，可是谁知道李老板他就开始一手操办了呀。哟，都在呢。我已经托丁队长打听清楚了，局长大人今天下午就会在你的释放书上签字，你明天就可以出去了。我呢，这个忙已经帮了，还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。之前我说的话，你们两个应该可以做到吧？其实我让你离开这呢，也是为了你们好。毕竟受害者的家属如果知道萧强被放出去了，怕是一定会闹上去。好，我们答应你。也希望你们能理解我，我也不容易，半辈子辛辛苦苦为了那个家，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为夫家失去了生命，可最后得到什么呢？是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，还跟别的女人有了私生女。我如果还不抓紧2个儿子的话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明天早上我会提前买好火车票，让人护送你们去火车站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警察局的人说，是冒着风险送你们出去的。一旦受害者家属闹上去，怕是还会把你们抓起来，到时候就连我们也会受牵连的。开门！开门！老爷、少爷，我也想给你们开门，可我没钥匙啊。怎么办呢，爸？妈把电话都给拆了。她就是不愿意让我和萧强、萧薇2姐妹相认，也不愿意你们俩跟着姐俩在一起，就是一门心思的想把他们俩赶走。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这笔怎么回事？刚买几天就坏了。彭爱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这是什么？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在老家确实结过婚，但是我一点不爱他，我正寻思跟他离婚呢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之前为什么骗我说你没结婚？你这个大骗子，我跟你拼了！
芷良，冷静点，芷良，你听我说啊，芷良。哥，快放我们出去！妈把我们锁起来了，快放我们出去！嘉文，这手没事了吧？妈，你把肖强、肖伟姐妹怎么样了？他们走了吗？我要是不说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恨我一辈子呀？你必须说。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，马上就离开这去上海了。如果你们要是追得上的话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孙大哥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这有我。我们既然答应了李太太，就一定会离开的。那好吧。我终于敢说了。你要说什么呀？我不是一直在打听你们的生父吗？一遇到天津人，我就问。如果真那么好打听的话，妈妈怎么会9年都没有消息呢？看来，我们注定是要带着遗憾离开了。是啊，而且松仁帮咱们打听了那么久，也没有打听到呢。遇对人就不难了。哎，听说你老家是天津人，你认识一个叫李万熙的人不？做粮食生意的。认识啊，他早就搬到北平来了，而且改名叫李安平了，现在开纺织厂了。他是不是有2个儿子？一个叫嘉文，一个叫松仁。是啊，那不是他亲生的，是他老婆娘家的2外甥收养的。你说什么？李老板是我们的亲生父亲，嘉文跟松仁是他的养子。那李老板现在知道我们俩是他女儿吗？松仁不是知道你俩是吗？他说过要请李老板帮忙的呀，李老板哪能不知道呀？难怪我还没有答应李太太的条件，李老板就先卖房子把咱们救出来了。难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咱们俩是他的女儿？对了，李太太那天来监狱，不是说过李老板有私生女的吗？是啊，这不就全对上了吗？也许他真是我们的亲生父亲。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他都没有来看咱们，而且还控制了嘉文哥和松仁，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跟咱们相认。也许是李太太不让他与我们相认，也许是他自己这样想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再有牵挂。我们走吧。小伟，萧强，小强，小伟，萧强，嘉文，小强，小薇，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们，其实我就是你们这些天苦苦找寻的爸爸呀。我们是养子，咱们不是亲兄妹。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我们不奢求你能与我们相认，你这次把我们救出危难，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孩子，请你们原谅我，好吗？原谅我这个不合格的、有错的父亲。我一定会用我以后的时光去弥补你们，给你们依靠，给你们幸福。我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了。爸，孩子，
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。雕栏玉器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，月明中。雕栏玉器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